但凡听说过美国南北战争的人，估计都听说过排队枪毙这种战术。很多人认为，这种靠士兵连接对方火力、排队站好吃枪子儿的战法，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脑残战术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当时掌握着先进火器的欧洲各国，为何最终选择了排队枪毙这种呆头呆脑的战术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虽然很多过去的事物在现代人眼里都十分滑稽，但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，可能就已经是当时条件能找到的最优解。所以很多时候并非故意搞怪，而是真的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。排队枪毙，也就是线列战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从16世纪初贡萨洛这位火器时代划时代的统帅开始，欧洲战场上火器的重要性就在不停提升。后来各国学习西班牙大方阵，直到80年战争尼德兰人改良，以及30年战争里瑞典的古二也改造后，发挥火力威力并搭配轻火炮，战场已经基本进入热兵器时代。但在军工制造商依然是手工作坊的天下。此时东西方并未拉开差距，而这时候排队枪毙也还没搬上战场。士兵在射击时，多少都会在身前弄一些用来抵御对方射击的工事出来，甚至还会穿上较厚的护甲，一方面能防御肉搏战，一方面也可以弹开弹药，甚至还有胡斯车阵这样用战车来保护脆弱射手的例子。只不过车垒这东西非常拖累军队的行军速度。更糟糕的是，当年面对土耳其大征服的时候，胡斯车垒没能发挥其作用，所以后期战车在主力作战上的作用就越来越不受重视。这边防御手段一直没什么质的飞跃，但那边武器升级可不等你。真正迫使士兵们放弃防御去连接敌人火力的，正是枪械本身。滑膛枪和17世纪陆续量产装备的各种早期碎发枪，抛开命中率不谈，单说伤害已经拥有了白马以外击穿板甲的能力。在这些枪械面前，轻甲一张纸，重甲只对折，全裸上阵跟堆一身重甲都是一枪撂倒，结局上好像没什么区别。对于士兵来说，那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就穿些贴身衣物来减少自身的中弹面积，活命的几率搞不好还更大些。而在指挥官眼里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初步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时候，线列步兵还没排得那么密，而当时步兵最大的克星就是冷兵器时代最后的牌面骑兵。因为当时的子弹太难装了，步兵射完一轮就要藏起来装填弹药，有这个功夫，骑兵早就逼近了。因此早期的线列步兵很容易被骑兵冲散，顺便把士气条一波干空。后来指挥官们就发现，队形越密集，形成的火力网越密集，命中率也就越高，对骑兵的防御力自然就更强。于是步兵越排越密，骑兵冲击步兵队列付出的牺牲越来越大。最后回过神来，步兵已经排成了排队枪毙的密集队形，枪口上还加装了刺刀，可以做到远程与近战无缝切换。而骑兵也被密集的火力逼上了绝路，毕竟并非人人都是康师傅，能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，正面无双英军暗杀敌人指挥官。线列战术不光逼走了骑兵，还有一个躺着也中枪的选手，那就是弓箭手。火器刚出现的时候，其精准度不比弓箭高多少，但威力大，穿透性强，加之弹丸的制造成本比弓箭低，火器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武器。而弓箭手们只能老老实实的转行干线列步兵。可以说，线列战术就是冷热兵器时代交接之处，刷新战术格局的触媒。所以说，线列战术的出现其实处处都透着一股被逼无奈的感觉。只不过对这些士兵拷打最频繁的，其实就是他们手里的枪械。17到18世纪欧洲的军队规模虽然不大，参战人数一般不超过5万人，但早期火力并不给力。无论是最早的火绳枪还是后来的碎发枪，其射程都不远。而在当时，英军要求射击距离为18米，更有指挥者要求士兵要看得到敌人的眼白才能一起开火。上万人受射程的局限，被迫集中在一个狭窄的空间，这不排队也站不下呀。抛开射程不谈，精准度更是个大问题。当时枪械发射子弹可以说是打从娘胎里就是歪的，因为不存在膛线，
子弹基本在枪管里就开始偏离预定轨道，你瞄得再准也架不住子弹有自己的想法，会随机乱飞。一般超过100米火枪的命中率就只剩50%了。所以还是那个解决办法，只有多枪齐射形成的弹幕才能造成更有效的杀伤。因此线列战术实际上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术了。大家对线列战术最不理解的地方，应该是想到排成一排的士兵目标太大，和上赶着让敌人枪毙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事实多少有点喜感。实际上这种战术能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战场上雾是真的浓。在现代人想象中，当时的战场应该是炮火轰鸣，子弹呼啸，像收割机一样收割敌人的生命。实际上当时的战争却经常是两军隔着一片浓雾，当时使用的是黑火药滑膛步枪，而且还是前装药的时代，主要特点就是命中率比较捉急，有可能有时候还不如村里二舅弹弓打鸟来得准。黑火药燃烧后，在产生强大推力的同时，也会产生很大的烟雾，再加上战场上不只有枪械，还有火炮，火炮产生的烟雾比枪更多，加上士兵扬起的尘土，基本上开战不到几十分钟，战场的能见度就在双方的不懈努力下归零了。只要烟雾够浓，子弹就打不中我。估计站在最前排的士兵心里都在这样祈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，都还要看你的运气够不够好，还有敌人隔着浓烟蒙得够不够准。那相对的，想要提高对敌人的杀伤效率，解决方法就又回到了那个老答案，也就是靠堆人数，增加弹幕的覆盖面积来提高命中率。大家一条线排开，射出最大范围的弹幕，最大程度杀死更多的人。当然也有2段射击和3段射击之类的。不可否认，这个战术结束了以刀剑武艺见长的骑士时代。随着步枪膛线加工技术的成熟和无烟火药的出现，这个战术开始消失，而机枪的出现让大家再也不敢扎堆冲锋了。你觉得排队枪毙这种战术到底算先进还是落后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